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宗郑元畅，欢迎来到郑元畅之不专业厨房。今天，有了过往的经验之后呢，我今天要做的东西是完完全全不用油煎跟油炸的东西，所以我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简单，而且味道非常清新，你的家里不会有任何油烟味的一道料理。其实，与其说它是料理，它其实就是一道甜点。虽然这个甜点非常的简单，但是做起来要做的好吃，做的深入它的精神精髓，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今天呢，不算是第一次做，但我希望可以把它非常的个人化、风格化，它就是一个18禁成人版的提拉米苏。我今天一定要血耻，就是不专业厨房，我今天要把它做得非常的专业。Nope. 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将蛋白与蛋黄分离。好。这个是考验技术的，但因为你知道现在科技非常的发达，有那种就是我看网络上有在卖那种，就是你把蛋打下去，然后它自动就会帮你把蛋白与蛋黄分离。但是我们今天完全是手工，非常的简单啊，第一次就上手。虽然我不是第一次做这个蛋黄与蛋白分离，但是你在家可以多试几次。好，一颗蛋白应该还需要用吧，所以这个蛋白先放着。好，再来一颗。好像失败了。这怎么办呢？这个蛋白跟蛋黄好像有一点混合在一起，那我先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了。好，蛋黄。好，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将蛋黄与砂糖放入大钢盆里面，用搅拌器混合，打成暖暖的黄色。砂糖我们需要50克，还不够啊，这样才34，确定要50克吗？不够，砂糖再借一下，糖。哇，50克这么多糖啊！其实自己做了甜点才知道，甜点真的是甜点，加了很多糖。备料的过程总是比较繁琐一点。来，50克的砂糖倒进去，科技始终始于人性，但不要忘了我们人的本能，就是用最传统的方式手打的。虽然可能没有办法打得像机器那样打的，就是很嚼、很均匀的那种感觉，但是当初还没有机器发明的时候，提拉米苏就已经出现在这世界上了。所以以前的古人是怎么做提拉米苏的，我们就要遵循古法。我们按照它上面说的要打成暖黄色，但基本上我的眼睛看到的这应该是冷的黄色。所谓的暖黄色是什么意思？应该可以了吧？感觉我们再给它打个30秒好了。好，先暂时这样。再来第3个步骤呢，我们就是要分批放入
mascarpone cheese， 再以切拌的方式将蛋液跟 cheese 混合切拌。好，切拌，分批放入，切拌。切记不能用打蛋器跟机器去搅拌它，感觉会过于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你知道为什么不能用搅拌器去搅拌它的话，你就留言给我，告诉我为什么。反正我是好奇宝宝，我只是按照食谱上面的做而已。然后在拌的同时呢，拌完以后再加入莱姆酒。如果你自己在家做，你觉得现在的程序有点无聊的话，你可以就是放你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沉浸在音乐中一边做饭，应该就不会那么无聊了。如果你是像我这种很害怕无聊的人的话，其实我觉得做饭，不管是做甜点还是做饭，都还蛮考验你的耐心。因为我个人是一个非常急躁的人。好，应该差不多了吧？再来就是我们的莱姆酒，莱姆酒要30 ml。好，这样是30 ml。食谱上面说要30 ml，但我就是特别的叛逆，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道就是成人版的18禁提拉米苏，所以我要再多加15 ml。好，准备3合1咖啡泡好放凉之后，加入适量的莱姆酒，所以刚刚这里也要加莱姆酒，咖啡也要加莱姆酒。这个咖啡呢，我们要放在这边，然后待会我们的手指饼干呢，就是要浸泡这个咖啡。好，这个咖啡再加点莱姆酒，味道会更香，但就加一点点就好了，因为我们的奶油本身就已经有酒的味道了。接下来第5个步骤呢，就是要打发鲜奶油。好，应该有打发了吧？喷的到处都是。好，应该是有打发了。就是刚刚鲜奶油比较膏状，现在也还是膏状，但是它就看起来应该有打发，它就倒进去，然后也是用刚刚的方式切跟拌。拌匀跟切匀，拌，切，拌，好，再来就是要把蛋白打发至变成硬性的泡泡，来试试看咯。A few moments later， 很好，这个就不是硬性的泡泡。为了这个蛋白呢，我决定就是我不甘心，所以我需要再一个蛋白。因为我看那种烹饪的那种节目啊，那些他们打出来的蛋白硬性的发泡，就是那种这样倒扣的时候，那个蛋白它不会掉下来。所以我今天就要打破这个都市传说，到底会不会掉下来？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成功的。流蛋白，我一定会成功的。流蛋白，没关系，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蛋黄捞起来，留下蛋白就好了。
很好 ，perfect。蛋白被我捞，不，蛋黄被我捞起来，留下蛋白就好。好，这时候能不能成功呢？就看我们心有没有很虔诚的希望它可以打出我刚刚说的那种硬性发泡的效果。开始。哦，有感觉咯，感觉变泡咯。你看这个已经液化了，但这个还是有泡，所以这应该就叫硬性发泡吧。但怎么跟我之前想象中的不一样？就是我看还是那应该打的不是蛋白，它应该打的是别的鲜奶油之类的。没关系，我们就用这个泡。应该是可以吧，但感觉刚刚那个蛋白打的没有很好。这样会不会失败？这样就差不多大功告成了。奶油的部分是提拉米苏成功关键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关键。好吃，这个奶油非常的好，有酒味，也够奶。好，接下来呢就是灵魂的部分。我们提拉米苏的灵魂呢就在这里了。所谓的灵魂，我指的呢就是这个手指饼干它吸这个咖啡的秒数，主要就是你吸的越多，它就会越湿润。如果你吸的少一点的话，它就会比较接近酥脆口感，所以这很关键。然后加上你吸的是什么咖啡也很关键。好，我们的步骤呢，就是你先找到一个容器，然后我们先把一点点的我们做好的 cheese 的奶油放在下层，然后我们再铺上我们的饼干，手指饼干，然后再放一层，再叠一层，一层层的叠上去。我自己个人喜欢的口感呢，就是我在吃的那个蛋糕口感是要有酒的味道，所以我先来试一下这个。还是不够酒，我觉得可以多一点。毕竟我们要符合我们的这道菜的名字，我们这道菜就叫18禁成人版提拉米苏，所以酒千万不要吝啬。嘿，好，这个汤匙显然没有比较好用。手指饼干，嘿，滚一圈，好，就下去。滚一圈就下去，滚一圈就下去。当然，我们今天做呢，我们待会可以试另外一杯，我们就滚久一点，看一下它的感觉如何。滚不同圈有不同的口感，所以提拉米苏的灵魂真正就在于它带给你什么样的味道跟什么样的口感。我觉得甜点不外乎就是色香味。就是你要把它做得好看，再来就是它的尝起来的味道，再来就是口感、触觉，舌头上面、口腔中的触觉也是很重要。看，外面已经天打雷劈了，这就是告诉我们不能浪费食物。小时候不是爸爸妈妈会说如果你浪费食物的话，就会天打雷劈。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养成珍惜食物、不要浪费的习惯，要不然雷公会来找你。耶！
厨房应该也快被我喷的到处都是奶油了。最后的最后呢，就是我们把完成品呢撒上可可粉。如果你喜欢多一点，你就加多一点；如果你不喜欢可可粉，你对可可粉有过敏的话，你可以换别的。好，我的厨房现在非常的混乱，如果你在家做也会弄到这样乱七八糟的话呢，没有关系，我们就先把这个急速冷冻。冰个大概10分钟之后，等待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来清理一下我们的厨房。A few inches later，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试吃时间。我刚刚已经偷偷尝了一口，我觉得非常的好吃，非常的专业。这大概是我吃过这么多提拉米苏数一数二，应该有前3名的提拉米苏。不是我自己在吹牛。唯一一点没办法变成第1名，就是我觉得它的鲜奶油，就是我刚刚在打发那个蛋白的时候，没有把它打得很发，所以现在导致鲜奶油它有点这样子比较异状，但完全不影响它的味道，只是口感稍微逊色了一点。我个人觉得，反而是你的莱姆酒。加在奶油里面的莱姆酒可以加一点点就好了，大概加个15ml。但是你在那个咖啡里面加的莱姆酒就可以加多一点。如果你想要真正做到我们今天的宗旨，就是18禁18禁什么成人版，对，18禁成人版的提拉米苏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在咖啡的那一盆里面。加比较多的莱姆酒，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那个酒感跟酒味呢，是在我们的手指饼干去吸附那个咖啡汁的时候，它造成了那个有点喝醉的那种晕眩的酒感呢。我觉得，我刚刚在讲什么？呸呸！我建议你会把酒放在咖啡。所以我刚刚其实做错了，我应该要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想要真的吃到比较酒感比较重的18禁成人版的提拉米苏的话，你应该要把主要的酒的分量加在咖啡里面。当你的手指饼干去吸附了那个咖啡跟酒的味道以后，会让你整个提拉米苏更进入成人的灵魂。今天的18禁成人版提拉米苏。成功，希望你透过今天的节目呢，你在家也可以做一个属于你的版本的提拉米苏。但切记就是未成年请勿喝酒。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不专业厨房一定会秉持着就是不专业的精神继续走下去。拜拜。